好，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早安中国》节目，我是方伟。好，我们的老搭档赶快来这个现身一下。大家好，大家好，非常高兴跟大家又见面。石山，这石山啊，有没有搞错的主持人石山哈？搞错。好，这是秦鹏。早安中国，晚安美国。对。好，这样吧，我们今天再凑一下话题嘛，好不好？因为我总是美国背景嘛。这个今天美中在斯德哥尔摩谈判谈了一天啊，那么连带这背后的诸多的事情，我们怎么都得过一下吧。但是呢，我觉得我这个话题还是比较干燥，比不上石山要说的那个话题。我们要说什么话题？对，我们今天很尴尬的要重复这个鸠摩智上师的一句话啊：少林原来是个暗藏春色、藏污纳垢的地方啊。当然，今天我们这个谈的主要是少林寺的这个方丈，这个叫什么释永信。这个事情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话题性非常强。这个尤其是我们这样的这个年龄啊，谈到少林寺的话，这个确实是有很多话题可以说啊。但这个是确实是它背后的一些东西啊，它可以凸显中国社会现在的一种特色，发展的一个方向。好，我们主要的话题讲这个嘛，对不对？那尾巴上会有一个东西要提一提，蛮有意思的，不一定能展开哈。秦鹏，我们要讲什么？中国政府这个看到他刚刚宣布要发钱了，对吧？对，给这个孩子们的话呢，就说你生个孩子，给你发3600块，哇，每年啊，每年呐啊，对，不少了是吧？我以为每个月呢。每个月还像哪样？好多人还真的是在讲说，应该每个月发这么多钱啊。你说每年发这么多，到底够不够呢？或者带来什么结果呢？对吧？这实际上是个大问题。你这想的太美了，太这个太高看共产党了。但这背后的话题还是蛮有意思的哈。为什么要发钱，对不对？从计划生育走到要这个发钞票鼓励大家生小孩，到底什么路数哈？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那就是新的观众朋友，请大家记得大家点个订阅哈，这样可以收到我们节目的通知。我们是每周1、3、5，这个北京时间是2、4、6的早晨，向中国大陆广播哈。北京的时间早上7点钟，美国的时间是晚上7点钟哈。好的，那我先说第一个话题吧。首先是中美两国在今天开始在斯德哥尔摩进行新一轮的经贸谈判。这是瑞典首相做东啊，他把他们请来去说，然后他把自己的这个首相府让出来给他们谈判呢，就不像日内瓦跑到一个什么这个旅馆去。那么中共这边呢是副总理何立峰，美国还是财政部长贝森特分别带队来参加。日内瓦谈一次，5月份。这个伦敦谈6月份，7月份谈第3次哈。那么照道理呢是8月12号呢，美中双方的关税休战就到期了，所以呢给大家的谈判窗口有限。但是很有意思我觉得美国人根本就没到时候就说他可能可以延90天。其实这个川普政府跟中共谈判的那个路数，我觉得是简直是很有谈头哈。我们待会儿谈。然后呢，这个现在的我觉得几个大的背景哈，一个是美国日本谈完了。美国欧洲昨天谈完，那基本上中共跟美国对抗的那个战友也好，难友也好，基本上我觉得剩不下什么了哈。那美方显然应该是从容很多。然后呢，但是今天早上发生一个事情，赖清德要去中美洲访问，要到纽约过境。他去中美洲访问，去纽约过境或者去哪里洛杉矶过境，听上去很奇怪，但是这是台湾政府的一个路数。对吧？就是跑到美国来绕一圈嘛，对，那做对美的公关，过境外交，结果被川普政府拒绝，说你别来吧。赖清德一气之下，中美洲都不去了，真的。我觉得在当年这个蓬佩奥时代，那我看让他跑到华盛顿 DC 都有可能，这次纽约都不让他去了。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啊？还有就是说，今天谈了一天，第一个话题说美中谈了什么，啥也不知道，现在什么也不知道。OK， 那么。所以呢，我就想问你们两位的，就是说，你们觉得在这个谈判中，中方要想拿到什么，美方想拿到什么？他们有多少希望可以拿得到？长叹一口气，先长叹一口气啊。中共跟美国的这个外交谈判，从来都是塞别的东西的，就是说这个经贸谈判其他就只要是有实用谈具体的事情，一定塞东西。所以这一次什么叫塞东西？就是说他谈跟这个没关的东西他会放在里面。因为我记得以前在华盛顿的时候，有这个美国的外交官曾经跟我们说过，说跟中方谈判的时候，这个中方会提，这是很早了，20多年前了，中方会提出来法轮功的这个事情。美方
美国人只要说，哎，你这不行，你怎么样提出来，你不能是中国的谈判代表团站起来就走，就不谈了，就完全不跟你谈，就一件事一票否决制。就给脸色看，给美方脸色看，没错。最后的压力，因为对美国人来讲，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这种 fighting 的这个气氛在里面，所以他给美方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哦，这个是一个禁区，不能碰啊。结果这个一是碰什么，就跟中方合作就一点都做不了了。所以这个他有没有影响到美国的政策？我认为是有，我认为是有。所以他这个谈判这算一种什么？算一种心理战，是不是？我觉得，对，我觉得是，而且它很有效。没错，老美见的这个中国人就这么谈判的，对，吓到对，因为你比如想你说贸易谈判或者别的问题谈判，今天谈完了，我明天还可以继续谈，是吧？但是它不致命，但有些事情是致命的，台湾问题、法轮功问题，对中共来讲，他觉得这个东西对他的政权危害太大。对中共来讲，这个是致命的，所以他在任何时候，你只要谈到类似这样的话题，他会站起来就走。所以的话，这个赖清德，你看这个时候是被美方拒绝过境，其实很可能就是中共在这个过程当中施加了一个压力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这个绝对是中共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打了招呼的，打了招呼。所以秦萌，你觉得美方到底要什么？他的这种动作，中方跟他打交道，川普天不怕地不怕的，为什么要？如果打了招呼，为什么要听他的？我觉得这个谈判的地点其实就不是很吉祥，斯德哥尔摩。大家知道，从心理学上有一个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吧？精神病，一种精神病，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在历史上来讲的话，有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这种叫做抢劫犯，这个人是以抢银行为乐趣，就非常帅的一个人，然后的话呢，他就抢了很多次银行，最后的话呢，进去之后的话就不知道把那个什么人就把他给绑架了几个人，给救出来了。结果的话，有一次他就在这个斯德哥尔摩这儿，然后绑架了一个人质。结果呢，在这儿的话，这些人质最后呢，因为要跟警方谈判，然后他们在这段时间呢，就给这个人质施加了很大压力。结果在这个施加过程中呢，后来又对他们又很好。结果你说绑匪给人质施加很大压力，还是警方？绑匪的话给人质开始施加了很大压力，后来呢又对他们又很好结果的话呢，最后等这个事儿结束之后，这帮这个被绑架的人就爱上了绑匪。几个女孩对，反正爱上这坏蛋。对，要去这个跟警方跟这个检察官呢要去诉求说你不能判他刑，对吧？我们这个人挺好的呀，对吧？他心理战很厉害，是吧？对，所以叫做什么？这就是相当于是一种呢，你那个先受虐，最后的话呢，他给你一种甜头，让你感觉到好像受到了这种温暖，受到了关怀。最后的话呢，这种受虐待者有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人其实挺好的。中共其实在谈判当中，在国际当中，在中共国内统治当中，非常擅长这个心理战法，心理控制，非常擅长心理控制。那其实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对中共来说，你去给他有什么气球，与他什么期望，本身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那作为中共来讲的话，当然他有他的想法，对吧？第一个来讲的话呢，他是要去通过这个方式达到他的一个政治目的。刚才石常老师讲的这个类似台湾呐、类似其他这些问题啊，这是一个，我觉得。第二个呢，他要通过这种方式去先声夺人。你看，川普现在其实是有一些国际上还是有一些头疼的事情是没解决的。除了贸易问题，还有这个俄乌战争问题，对吧？俄罗斯这怎么也摆不平，你说他真的不想摆平吗？其实我觉得川普肯定想。今天他是给俄罗斯这边相当于下了一个半通牒，因为这个态度我不认为很坚决，所以我说叫半通牒，不是真正通牒。我们得说一下，就是说他说，对，要在之前是给了这个普京是50天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缓和期，对吧？你通牒期，现在呢说我要缩短，对吧？你要10到12天内。要给一个协议，停火协议，对吧？就解决问题。但是呢，问题在于，川普不知道真正的问题在哪儿吗？知道啊，真正问题在中共这边，对吧？你
俄罗斯如果没有中共的帮助的话，它这个经济早垮掉了，它的这个军事也是打不上去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中共来讲的话，其实你谈判，它其实也相当于是抓住一个心理，是说你不要把我惹急了，你把我惹急了，我也会什么除了稀土这种核弹，对吧？这种什么和俄罗斯或者许多东西，我也是就是去乱来。你反正你在美国呢，你现在的通货膨胀你也没下来，所以呢，你这个美联储的利率也下不来，对吧？所以这个就很痛苦。所以对川普来讲呢，他要通过这种方式要去谈判，大家都要去缓和这个谈判，这实际上是他所施加的一个这种压力。所以从目前来看呢，其实是基本成功的。另外一点的话呢，当然他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压力的方式再去获得呢。第一个就是延续这个叫做关税停战，因为4月2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解放日的时候，美国给中共这边是增加了一个很高的这个关税，对吧？后来的话呢，又两个这边一弄就跑到100%去了，几乎，对吧？所以现在呢，后来这个不要为了谈判，就把这个关税相当于降下来了。美方这边的话呢是收中国的话是34%，对吧？中共这边的话呢是收美国10%，10几，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就双方是这么讲的。所以它对于中国来讲，现在的经济不好，所以呢，希望能够延缓这样的一个停战的时间，这是他的第一个这个期望。再有一个，他是期望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他还是会想办法去做一些让步的，他也不可能真的就是谁想做中共这边通过这种做让步，比如说是在市场准入方面，比如说是在这个类似保护知识产权这些方面的话，做一些让步，说我们是愿意做的，对吧？然后吸引你投资，吸引你如何开放更多市场，金融啊或者其他领域，然后呢，在关键的这个核心技术出口，对吧？等这些方面的话呢，看看让美国是不是能做一些让步，这我觉得也是他可能会谈判的另一个方面。那之前的时候呢，是美国这边呢是开放了黄仁勋的这个芯片，对吧？H20，然后呢给中国，所以这个其实他的另一个这种想法。再有一个呢，我们看到中共其实这段时间双方在谈呢，就是习近平和川普的一个高层对话问题，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大家要达成这样的一个默契，对吧？至少呢不要闹僵了之后，然后能推动能够高层有个对话，这个其实对稳定两国关系还是蛮有意义的。同时呢，他也会进一步的，对吧？说大家说达成一个什么更大的一个 deal 啊，然后来去做铺垫。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中共想要的东西。那从目前来看呢，它应该是基本能达到目的的。因为现在也是非常奇怪的，就是美方其实把这个信号已经放出来，说我们是会可能延长这个关税停战90天，对，90天再谈，对吧？那从表面上看起来的话呢，川普是希望中共这边是要最终在核心的这些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出让步，比如说是盗窃知识产权，对吧？在这个开放这个市场，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它的很多的这种政府补贴，或者呢还有很多的这种类似增值税啊或者其他等等这些方面的话，看看能不能对美国产品对这些方面做一些让步。所以这个其实它的表面上看起来要达成个大 deal， 但是我认为的话，川普恐怕也不是，至少短期内他不希望达成 deal。为什么？对，因为对川普来讲，其实现在维持一定的高关税，对川普来讲是个好事儿。它没多高啊，才34，怎么算高？那对中国来讲的话，这个实际上就是属于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关税。比如说你高过了50%以上的话，大家其实是当然就不做了，干脆，对吧？所以，但你要就说很痛苦的一个关税，然后呢，你通过转口，通过其他方面，你又没办法能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个关税实际上是一个真正有杀伤力的关税。所以你觉得川普除了维持现状的话，也没有什么别的企图心？我觉得这是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想法，就是通过维持现状的话去削弱中共。
而且通过维持现状的话，其实也同样对他来讲是维持一个良好的一个这种谈判氛围，让他在很多方面不至于呢去走极端。我认为这可能是他的一个这种谈判的策略，比如说是在台海问题上，比如说是在这个俄乌战争或者其他方面来讲的话，你维持一个相对宽松的这个环境，你不一下子把它给推出去。这个我觉得其实可能是他的一个谈判，至少是他近期谈判的一个策略。我是觉得啊，川普2.0跟1.0其实蛮不一样的。1.0它很强，那原因就是因为蓬佩奥主导嘛，这个余茂春给他很大的一个影响哈，绝对对中共是不客气的。现在呢，明显看出来，我认为哈，川普旗下是有两个路线，两批人马。那么一批人马呢，就是跟蓬佩奥其实也差不多哈，我们包括卢比奥啊，包括他的这个 CIA 啊、FBI 啊、国家情报总监等等方面，包括他的防长、国防部长。那另外一面呢，就是他的财政部长啊、外交这个叫做什么来，商务部长这一类人。对。那现在呢，我觉得呢，这一类人真的是在学美国过去总统的走的一路的路线，因为你跟他在那么去谈判的话，中共有的是叫做什么来着，进进退退的去拖你往下拖的，这就是川普他得去学这个教训。我觉得呢，川普真的是还是想有这个市场。我读他的那个做法哈，他并不那么热衷于在中国投资，也不喜欢中国投资到美国来。比如说日本给5500亿，欧洲给6000个亿，他需要中共给他1万个亿吗？他还不想让中共的钱进来了，进来他还得看着，他就希望中共买很多东西。就我把东西卖给你，你把门打开，你把各个行业全部打开，我把东西卖给你，你让我赚了钱就行了。他是这么一个目的嘛。但是呢，我觉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他就会做很多别的东西。他就比如说赖清德，我认为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把他牺牲掉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小布什、奥巴马，这个没错，拜登一路就已经学过来了，川普等于是他这一支哈，他这个路线另外那一支重新再学一遍。对，这就是我的看法。所以我真的是一点都不看好。因为川普第一任已经达成过一个协议。然后那个协议也，对他没有执行嘛。但是你知道那个真的贝森特，你看了他那个报道没有？贝森特怎么去那个？他有一次跟中方跟那个这个什么何立峰谈完之后，他像恍然大悟一样的，他说：“你们知道吗？他们在谈判中承认说，是因为拜登不执行第一个阶段的协议，所以才没有执行的。他如获至宝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会执行的，可是因为我们被赶下台，不是他们的错。对，拜登上台是我们美国的问题，他们才不执行。因此我再前一个，他们一定会执行。真的是贝森特的原话就是这样。不过我倒不认为贝森特多傻，贝森特本身这个人他是研究这个叫做政治的人。后来的话呢，他就相当于是做了这种投资，对吧？做了这种基金，然后呢？你说这个对美国来讲，现在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第一就是和各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这种不平等贸易问题，所以它相当于现在把所有的大的这些国家都解决了，就现在剩了中国了，对吧？所以对美国来讲，其实已经达到基本的这个目的了。而中国这个问题的话，你说有多难解决？这个几乎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我认为这个作为贝森特也好，川普也好，他们其实是做过评估的，他们绝对不会相信说，我通过这个3个月或者通过多长时间，真正的能够让中共去改变。我不认为他们相信，他不相信。我跟你讲我的感觉啊，我的感受啊。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体育比赛，就是比如说网球啊，5局3胜，他已经胜了2局了，这整个这个关税战在全球这个范围内，他已经胜了2局了，已经基本上他可以稳着胜，就是说基本上。而且这个是非常辉煌的一个胜利，所有人都说你根本不可能打赢的，你这个是根本就会搞乱的。结果他们上来啪啪啪啪啪，非常漂亮，打的以后现在就差这么1-2分，他就全局就赢了。到这个时候啊，人的心态会发生一些变化。慢慢来。你说下面的，对，我别把这个事情搞糟了，就是。这人很奇怪的，那个体育比赛网球打到最后的时候会紧张的。我这个这么辉煌的胜利，我现在拿一个大满贯，我天下这个名扬天下了，是吧？传播四方了，名扬天下了。这个你动作会变形的。他的现在的美国政府跟中共打交道的一些动作，我认为是有变形。我认为是有变形。其实就是说，他会给自己找一些理由。就是说人啊，会给自己找一些理由。就是你看他们，这不是他们不干嘛，是这个
拜登政府嘛，他们会执行吗？但其实你仔细想一想，过去这么多年，从加入世贸以后的这么多年，谈判过很多次，有很多个回合吧，不光是贸易，还有别的问题，谈过很多次，到最后都是会出问题，但是他可能知道。但他觉得我先不管，我先把这一局这场球赛先打过来再说。我现在已经赢得的分儿，我给他稳住，我先揣口袋里再说。我觉得他恐怕有这个想法。对，你看现在川普来讲，他现在有2个大的问题，其实是没有完全解决的。第一是这个通货膨胀问题，它没完全压下来，所以这个就带来整个你这个利率下不来，利率下不来，对经济对这个政府的。我们说利息开支，这个其实是个非常大的麻烦。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对川普政府来讲，这就势如破竹。对，但是这个问题我跟你看法真的不一样。我认为利率已经下来了，利率到3%以下，我觉得已经是很不错了。不是，是你认为下来了没下来？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美联储不承认。问题是美联储它不是看着通货膨胀，它是看着将来的关税，不是他自己主观判断将把这个叫做通胀弄上去，这就是我觉得这鲍威尔他的问题。不，但是从目前来讲的话，问题在这个川普政府改变不了鲍威尔。你说你硬给他开掉的话，现在带来的最大的结果是什么呢？整个股市、整个这个金融市场会动荡。所以呢，川普其实现在是希望把这个稳住，就跟这个石尚老师讲的一样，他想把这个成果先给揣兜里。我赚到的钱，我先把它套现。对，所以他不希望在这个方面去激化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可能真的是他的一个考量。我并不完全反对你这个观点哈，但是我觉得这里头根子的原因呢，我其实对贝森特的看法，我知道那个。秦鹏对贝森特的看法很正面，我对他的看法真的比你要差很多。我认为我看他的神态啊，看他怎么去解释他对华关系，我看他这些采访，我就看得出来他肚里没货。他一边说他自己心里犹犹豫豫的，你知道。我认为在这种真实的采访中 ，live 的采访中，你会看得出来，他根本就不，就是说这里头就是一个怎么样养虎成患的问题。我已经得了2分了，确实没有错，我不用这么着急，对不对？现在川普是觉得比较舒服的个状态，没错。但是呢，这是一个叫做什么来着？叫做农夫与蛇的故事。这个蛇你不治它的话，它绝对起来咬你，将来会有这个结果。但是贝森特是看不到的，他真的看不到。我认为他研究什么地缘政治，他跟这索罗斯那些东西，那全是东南亚，根本就是跟中国共产党是没有关系的。没错，我认为贝森特会把川普带入一个弯道，这个道会很弯。我唯一有这个对有怎么讲感觉乐观的就是川普这个人学习能力很好，他看到不妙的他会闻出来，这个事情不妙他会改的。但是贝森特或者卢坦尼克他们都慢很多。今天走到这个局面啊，我认为是贝森特牵着川普的手把他引到这个地方来的。他会说我在第一线谈判，我看到这样的机会，我看到双赢，我看到可以让他们退，我看到我可以把他的市场打开，just give me a try。川普就说go ahead。所以呢，我认为是这个情况，我们就往下看好了。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我觉得这件事儿可以往下去看，对吧？当然对比如说这个我们说其他国家来讲，现在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其他国家现在川普希望那些国家能够围堵中共，就在。就不要做转运嘛，对不对？不要做转运，是。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段时间有可能我们也得看看他们的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其他国家是不是真的执行很好，中共这边是不是他能够报复？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大家可以看。那我要问一下俄乌的问题啊。川普已经今天说了，对不对？我只给他10天到12天，什么意思？10天到12天会发生什么？川普真的敢祭出2级关税吗？那就100%，那就把斯德哥尔摩的这个谈判就弄没了嘛，对不对？等于是两个火线。2个战线交到一起去了，对，川普有人和谱吗？我也看不太出来，他真敢那么干。我认为他不敢那么干，他想做生意。对，我觉得他可能闻到了某一些莫斯科的犹豫，他这个时候加把火，我觉得是。你认为他空言恫吓是不是吓吓他们？不，也不是，这个在外交上也不是空言恫吓，就是他认为这个时候施加一点压力，有可能就天平就发生一些变化，所以他可能是有一些情报。就觉得俄罗斯那边可能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正在有什么争论啊？这个整个内部它一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政策选择嘛，就是说可以选择这一种，可以选择那一种。就是说你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施加把这个时间缩短，打破他们原来的那个节奏，说不定可以促进它快点做出这个对美国有利的这种选择来。
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但是对中共来讲啊，这个和莫斯科完全不一样，和俄罗斯。俄罗斯虽然也是一个威权国家，也是个集权国家，但它已经不是共产党国家了。这个共产党的这种，我们不从意识形态上去判断这样的体制，但它这个体制有个特点，它就是行政权力，尤其是最高的这个行政首脑，它就可以取代国家所有一切任何运作。所以在这种体制下呢，你谈了什么，它不执行，它就是不执行。你拿它没办法。他可以用很多很多的借口，他就是不执行。就像那个当初签的加入世贸的这个协定，他就是不执行啊！你怎么办？美国人谈了多少次，左一次右一次，左一次右一次，最后到2016年就大家烦了，这已经15年、16年过去了，翻脸了。然后才有现在这样的一个结果。就你当初那个你为什么不执行？已经有啊，不是说没有啊。你就按加入世贸这些条款，你都把它落实就好了。这个没有人落实，他不落实啊。所以你现在再谈一个，你凭什么认为他过2年？他就说：“哎，我们现在又碰到什么困难了？我们要缓一下，我们要这样一下。”或者他说：“哎，你美国人怎么做了那件事，所以我这件事我不做了。”这个其实随时可以找到原因。这其实是中共的一个非常我们说狡猾和邪恶的地方。对，因为那段这个谈判的事儿了，我后来听他们讲过。因为我有个那时候 MBA 的同学，本身是外经贸部，跟龙永图去谈这个事儿。后来商业部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一个处级的一个干部，他是无疑的一个秘书，就是他跟我讲过，他们讲过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时候谈判是谁？这个朱镕基他们在谈，对，然后龙永图在这个前线，然后这个朱镕基在后边，拍板是朱镕基在拍。当时实际上这个美国是提了很多条件，对吧？对，最后达成了说40条那样或40几条，结果呢就是龙永图在那儿认认真真谈判，最后那个谁急了，朱镕基急了，对吧？说不要再谈了，对吧？我们先答应他，对。答应完之后的话，落不落实是另一回事，咱们将来的这个再说嘛，对吧？所以后来你看中共就这么干，对，40条谈完了之后，最终这个兑现的就20条，所以这个相当于 WTO 的话，就让中共直接进去之后的话占了个大便宜。所以你到同样的其他的这些协议谈判的时候，他一定也会说，我本来是想兑现的，但是现在发生了个什么事情，你呢，我反悔了，所以你必须改正那个问题。对，这实际上是中共非常没错，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点。而且他们在中共的外交部门直接说出来的。中英联合声明50年不变，哎，这是历史文件，我们现在不承认了。你少拿这个跟我说事儿，是吧？我们现在不承认，那是以前谈的，跟现在有什么关系啊？好了，你任何谈判，你过一段时间都是以前谈的，他都可以不承认，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你现在去跟他谈，是因为你有力量了。他现在怕你，现在这个 moment， 他现在害怕你，所以他就投降了，是吧？跟丁春秋没什么区别，对吧？就是说你现在太强了，我跪下磕个头有什么了不起的，是吧？磕个头，只要站起身，哎，我这一口气儿缓过来了，一看你那个累了，好，那就是回手一掌，对，回手一个。从大的谈判策略上来讲，一个掌风就过来。中共就是这样的，他就是整体就是个拖字诀。对，他绝对不会真正的去兑现什么，去承诺什么。最后来讲就是要拖，将来看看以拖代变嘛。对，我一直认为，中共是他要跟美国特别强硬，他要到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所以我一直认为他们会拖到这个时间去，因为的经济或者什么真正出问题之后，对，他拖到那个时间的时候，美国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因为川普面临中期选举的问题。我就给你加在那个时候，然后各种宣传、各种舆论战，甚至各种法律战，然后在国际上一起闹。会拖到那个时间去。好吧，我想这个谈判呢，真的是咱们就给段时间嘛，对不对？看这个样子，我说实话，我也看不出什么这个叫做前景将如何。我们就往下看好了哈。对。下面我觉得下面这条消息现在在中国是非常热门的，对不对？对。这个
是叫做什么来着？我先说一下释永信啊，释永信，对，释永信这个事儿，我说的这个新闻故事啊，因为我是不熟这个东西哈，我研究研究，让不熟的这个观众朋友了解了解。这个释永信是少林寺的方丈是吧？据说是7月25号深夜被叫走。当然这是官方说法嘛，然后呢，26号呢，他被查的消息就开始流传。27号呢，这个少林寺有个叫管理处，是当地政府派进去的，在少林寺设了一个叫做管理处啊，然后就通过他的叫做微信的官方账号，就发出一个通报，说释永信是涉嫌刑事犯罪。涉嫌叫做挪用侵占项目基金寺院资产，第3个是严重违反这个佛教的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的关系，并且有私生子。然后这次是好像是来真格的哈，中国佛教协会已经把它叫做什么戒牒给它注销掉了啊，已经不是和尚，对他现在要审判他就应该叫他的原名了。哦，是吗？他叫刘有成是吧？对。叫刘什么？对，那关键在这儿哈。2015年当年他有一个他的弟子叫做释延鲁，也是这个和尚的法号哈。当时就发了一篇这个叫做实名举报的文章，叫做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这只大老虎谁来监督？然后呢，他就举报这个释永信违反戒律和一个有亲属关系的少林寺的下院女法师私通。2个人就有这个私生女，并且在举报他在把这个释永信把少林寺的相关公司产业股份逐步转给这个情妇，并且买了多辆100万豪车，侵占这个叫寺院的财产。他还抛出了一系列的证据，包括警察局的笔录啊，他的2个身份证啊，他的情妇跟孩子的照片，什么都有哎。最后查了2年。给他澄清了，不了了之，什么事儿都没有。所以呢，当时谁都说背后肯定有强大的保护伞呐，对不对？当然，比如说什么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呐，他跟江派多名大佬都有合照啊，包括说郭伯雄等这样的人。这个人呢，这么多年来10几年来被认为是公认是酒肉和尚、花和尚还是政治和尚。还像干部一样的下乡去扶贫，给人家送米送面，像是干部一样的。问题是，你看他刚才前面说的这些事儿，跟他10年前没啥区别，这叫党的外围干部的正常生活方式啊！我们先看这个，先看那个，这什么情况？解释一下。这个就是这《天龙八部》电视剧，这个鸠摩智法师闯到少林寺以后，一通乱打，就是少林72绝技他全都会，结果把少林寺这个打得稀里哗啦，最后这个虚竹出来说，你这个不是少林功夫，你这是道家的啊，是这个什么小无相功，然后就上去跟他打完了以后呢，这个鸠摩智就是突然就说好不打了，突然偷袭，结果这个虚竹旁边2个就突然跳出2个丫头来，就帮他挡一下，化解了一下，然后这个鸠摩智就讲了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这原来是一个暗藏春色、藏污纳垢的地方，少林呢，所以我以为你们是一个什么神圣的修行的清修之所啊，原来是一个。这个暗藏春色、藏污纳垢的地方，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看那一段，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所以现在中国人把这个拼命的往外贴就说这个，哎呀，这没想到鸠摩智在几千年前就能讲出这样的，就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啊。其实与其说是鸠摩智，不如说是金庸。那这个对，那这个释永信啊，他现在是什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南省的佛教协会会长，多届全国人大代表啊，在就是这么大的权力，比10年前要强很多对，他干的事情说他是跟10年前一模一样。为什么这次能把他扳倒？这原因肯定是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没错。我觉得他既然不说，我们得猜一猜，对不对？我们得这个怎么讲？我们来猜几套阴谋论，搞不好哪一套给猜对了。对，是。你觉得为什么？首先，中国的和尚是有级别的是有级别的，有科级和尚，有处级和尚。释永信这个是副部级了，已经。真的吗？当然，为什么是副部级？他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相当于副主席。这个就是副部级，起码是副部级待遇啊。他在位的时候。他退下去不一定是这个副部级了，但是他是绝对是副部级待遇。我曾经采访过阿伽活佛。阿伽活佛是谁？阿伽活佛是原来
青海塔尔寺的主持。哦，青海塔尔寺是格鲁派里面班禅这一系的5个最大的寺庙的排第二。对，中国第一是扎什伦布藏传寺，佛教最著名的寺院之一。对，这个扎什伦布寺，然后就是塔尔寺。 OK，然后当然格鲁派就说这个藏传佛教，这个我们一般叫的黄教啊，黄教这边当然还有更大，比如说这个拉萨有很多大的寺庙，那都是属于达赖系的。 OK，达赖系，但是这个班禅系的呢，扎什伦布就在日喀则，然后在这个西宁塔尔寺，这几个都是，他是塔尔寺的主持，他也是转世的，他是个蒙古人，他是个蒙古族人。 OK，他是个蒙古族人，然后他转世，然后这个文革期间给他关了好长时间啊，后来又放出来，但是呢，他根基还在啊，很厉害，所以他是班禅喇嘛的相当于秘书的这样的角色地位啊，这样的角色。 OK，后来呢，因为这个班禅灵童转世的时候，他发现很多问题，他在中国啊，他也不敢站出来说，他这愤而出走。哦，假灵童是吧？对假灵童就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班禅是个假的，对哦真的班禅的话呢，我听国内的人讲过，说好像还是在中国的对某个寺庙里边，没错对他们还讲过那个地方，但我不太方便去讲。那共产党知道吗对，对，共产党知道吗？共产党把这个就把它藏起来真的这个就是那个转世灵童藏起来了，对对对然后找了个假的， OK 然后现在属于这样的情对况。他这个阿加活佛后来呢就到美国来了，到美国来，然后我采访的他给我看他们的照片，他见达赖喇嘛时候的这个照片，然后就非常有意思了，他戴着个手表。达赖喇嘛没有戴手表，穿的是皮鞋啊，就是他是你知道，在中国阿加活佛也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哦也是青海省的佛教协会的会长。，OK，青海省的这个还是政协的副主席，还比这个比释永信比释永信还高他一头，还高一头。所以我当时就问他，我说：“听说中国啊，这个和尚都分级的。”他哈哈大笑，他当然分级啊，他就是吧？中国话说得特别好，当然分级，我就是部级和尚啊，我是部级和尚啊，如何。最后我说：“那你怎么逃出来的？你这个剃个光头。”他说：“所有人都认为他不可能出来。”后来他愣是拿着护照就从机场就出来了，后来来了美国，但是现在可能就是不太出来。但是他讲了很多佛教里面的一些事情，他给我讲的中国佛教的最大的一件事情，他就是说中国的佛教已经完蛋了，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就是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啊，唯一还有佛法的一点点的地方就是西藏。这是他说的。我说难怪这么多人去信藏传佛教啊，去烧香啊。他说真的完了。他说他去，这是中国佛教协会的这个副主席就是副会长嘛，就在中国随便到处走去看呐。他说他去浙江啊，去什么地方的当地的佛学院、佛教的这个大学里面讲课的全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课，他说是那个浙江省宗教管理局的局长亲自在那儿讲课，亲自在里面讲课，然后那个这2/3的课都是什么，都是共产党的这一套，那个佛教的那些东西只是让你知道名词。他说他听了半节课，他就心都凉了，他说完了，他说这个根本就不是佛教了。哎呦。所以他也就是最后自己出走，自己在美国自己办了一个藏传佛教的一个学校。所以这个你可以想象，这个中国的这种和尚啊，这个部级和尚，像他们这一种级别的，有很多很多特权的，有非常非常多特权。当然，这个和尚结婚生子这个东西，这个。中国的大乘佛教，所以大家都知道猪八戒有戒律特别多，戒律特别多。以前原始的这个佛教里面，他没有戒这么多，比如结婚生子这些都
都不戒的，吃荤也不戒的。但是他有很多其他的戒律啊。但是到了中国这个地方呢，这个中国的大乘佛教，尤其是禅宗这一系的，你看他们这属于禅宗的，戒的非常严格，它是靠戒定慧，它是靠戒来取胜。这个尤其是少林寺中国禅宗这一脉，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和尚都是六根清净，是吧？完全那个不食人间烟火，不食人间烟火的。但是这帮家伙现在是食尽人间烟火，食尽人间烟火，就是只有所以人家都是副部级了，对，怎么被抓起来的？对，这是什么情况？有什么可能性吧？所以现在就是我自己直接的感觉啊，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政治出问题了，他原来的靠山出问题了，站错队了站错队了。因为他跟以前他是李长春、郭伯雄，就是这批人特别护着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得罪人了。因为他的生意做太大了，他是少林股份有限公司的这个 CEO 他是什么经营模式？这生意怎么来的？钱怎么赚的？这经营模式太多了，他非常多。它有很多这个经营模式。你比如说来讲的话，其中一个我们叫开分公司。开什么？开分公司啊？开分公司就是他这个在寺庙里边，他把这叫下院。就是说，你比如这个全国的什么云南呐，或者其他的这个地方的那些寺庙嘛，也是古刹，对吧？但是你因为经营的原因，因为这个没钱去改造，或者呢，因为就是你的名声各方面不够，对吧？所以呢，你不赚钱。这个当然大家就会觉得寺庙赚钱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但是你在中国这个体系下的话，你不赚钱，对地方政府来讲，这是很着急的事情。对吧？所以呢，地方政府就会跟这个少林寺去谈判，而少林寺呢又很高兴去这么干。这个是释永信推广的一个方式，就叫做去各地开下院，入股，对吧？然后呢，去委托管理，比如30年，然后呢，我就会去在这个地方投资几千万，或者最多的好像其中有一个是14点几亿元，几亿。然后呢，就把它委托过来，然后呢，我再去把它给。导入，比如说这个开武术学校，开什么禅宗这种禅修学院，或者呢去搞这种什么商品化或者什么捐款，反正各种东西的话，门票，对吧？然后呢，最后跟地方政府分成。对你这个不要以为说这些钱都是这个少林寺拿走了，不是的，地方政府拿到了这个很大的一批，包括这个门票来讲的话，地方政府拿走了70%。那么3成是归少林寺，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是其中的一个路子。它在全国呢有个几十个这种所谓的下院，其中一个不是之前2015年传他说是释永信和他生了个孩子的有个释延杰的。那个人就是他下院的一个主持，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是在海外，比如开分公司，就是搞这个像海外孔子学院一样，在各地的这种搞什么东西。第3个商业模式呢，是搞这种房地产，其中比如说拿一块地，然后呢，我搞个大酒店或者搞个其他的，当然还有什么类似餐饮呐，类似什么的。还有一个的话方式呢，叫做。周边商品开发，就是你比如说你寺院的话，你是不是就里边卖很多东西，对吧？所以这是包括呢什么木珠啊，什么这木鱼啊，什么就香啊，高级的几万块，对吧？低级的可能这个冠名冠上了少林寺，你就要给他交钱，这个品牌费嘛，品牌延伸嘛，对吧？包括呢带有一些这个类似投注箱，6000块。再有呢，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钱呢？6000块太便宜了吧？那是一般的投注箱。如果你这个春节的或者什么的这种投注箱，那可能更贵，对吧？还有一个方式呢，其实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叫做捐款。这批钱其实是一个黑洞，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钱给了谁，最后怎么回事儿。就是他们呢借这种叫做大和尚，对吧？中国很多的有钱人，对，非常愿意往这个地方去投钱的，没错啊，动辄这个几百万，
对吧？我这几万块钱的都是小 case，对，几百万再可能多了的话呢，可能这个几个亿可能就洒水就给了。因为中国好多最近几年呢，它好多来钱也特别容易。你今天说是在哪儿有这个金柱子什么的？对，就是少林寺的这个就有这种金柱子。哦，什么叫金柱子？就是他们有一些这个名人在那儿去捐的这些钱，就是做一个金柱子，做一些什么东西。哦，就是有钱人，所以你看起来，比如说门票，有的地方像今天我看到还有人在去讲，他们得到的这个消息来讲，就是有的著名的寺院，你看门票可能收入才1000多万，但是加上各种各样的这些收入，一年的收入是上亿。那就是少林寺来讲，它这个主寺就是河南登封这个地方的，对吧？可能一年说是表面上这个几千万上亿，对吧？他对说3亿，但事实上，如果说加上捐款，加上很多其他方面的这个钱，我觉得远远不止这个钱。对，所以这个释永信一定是非常多的钱，对吧？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商业帝国，对吧？为什么他能养那么多女人？那些女人真的是就是因为看着老和尚的话，这个有钱或者修行的好，修行的好吗？肯定不是嘛，对吧？我觉得肯定相当大一个程度上是因为他有钱嘛。所以你看网上今天我看到就他们很多传的，他什么养的北大的呀，养的什么等等那些啊，好多人实际上在哪儿你知道吗？在英国的有在美国的有。在这个其他国家的有，你说女生啊，她养的那些这个情妇养的那个孩子呀，都在这些国家呀。你凭什么拿什么钱来去养这些人呢？你当然是得想方设法这个捞来的钱呀。不是这个网上有传呐、说他其中一个女士。一个情妇啊，都不能叫二奶是吧？他都不能结婚的是吧？这个对，他就反正就是说这种一个情妇吧，然后带着孩子，然后在国外还在一个大豪宅里面的游泳池，就下面那个评论说。我们在庙里许的愿，被方丈们全都自己实现了。这个，想到这个，我就有点想到这个，其他的一些事情。你看那个这个捐款啊，中共的官员也捐很多。对，他们而且呢，他们还说贪来的钱不能拿去捐。他们要自己正儿八经自己从家里面存的那个存款里面，拿钱去捐，还不让秘书代捐。他们这帮人特迷信，你知道吗？对，特别有意思。这一点我觉得这个中国官场特别有意思。就你表面上哈，他是讲这个叫无神论，对，在公开场合他也是讲的冠冕堂皇，但你发现就是中共官场这些人，好多人非常相信这个最信神了佛教啊，他让别人无神论啊，对。你看毛泽东实际上是个相信有神的，对，所以他最后的这个什么看到吉林那个下陨石雨，3块大陨石掉下来之后，他就半天不说话，然后跟那个叫做那个情妇，这也是叫什么？对，在那讲说，哎呀，这个要出事儿，要出事儿了。这个古代讲这个天人感应啊，结果那个小姑娘是被洗脑的嘛，她觉得说你这个主席你怎么还迷信呢？这个。毛泽东就说：“古人为什么要骗我们呢？”他意思是说，你这个古人实际上是天人感应，这是有说到的，而且他是有这个历史可证的，对吧？所以你同样的这些中共官员，好多也是，他们呢就干了好多坏事儿，所以他很害怕下地狱，所以呢他就想通过这个走个捷径。不是说江泽民回家退休以后在家抄地藏菩萨经？对呀，他就怕下地狱嘛，所以你看，所以这些人就跟这些寺院的大和尚这关系非常好。没错。所以你看前2年的话，这个包括好几个这种常委退休了，也跑这个寺庙去，包括跑这个少林寺。我看那个网上这个《新京报》总结了一下，去少林寺你知道有多少个常委？江泽民去过，李长春，贾庆林、罗干，李瑞环，还有这个李克强，对吧？好多就，所以你这个就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释永信倒下来其实是不容易，别的这个寺庙里边会去这么多常委吗？对吧？所以这其实背后它是相当于是有非常庞大的一个这种叫做政治圈子。这是相当于朋友，你知道吧？对啊，这个说起来很有意思啊！你在中共这个当官，自己做了很多坏事，是吧？你说这个到时候下地狱怎么办？
这个我现在拿很多钱去捐给庙里面，等于是贿赂这个地藏王菩萨，是吧？贿赂这个阎王，不光贿赂阎王啊，我还要贿赂那些大法师。这大法师以后下去可能也有个一官半职，我就在这个地方，我就把这些关系全部给你通好，那这个到时候是不是就好办一些呢？完全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想法按照在下面全部都做一遍，这个是。他们真是这么做，而且很多中国人也是这样。你比如上头香，花几十万、上百万的去上头香，真的是往庙里面捐钱。我不反对往庙里捐钱，就是你是怎么发这个心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嘿嘿，这个实在是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他是不是？他一定是有背后是有人在护着他的，对，他一定是，你想他走到今天，他其实是有一帮人在护着他。对，第一个来讲，你像为什么他能够从一个小和尚16岁跑到寺庙里边，然后的话呢，就后来什么34岁就当方丈，对，当了方丈了。但实际上他20多岁就已经开始管理这个寺院的一些主要事务了。对，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多呢？相当大一个程度上是一个电影来把他给弄起来了。就是这个少林寺这个电影，李连杰演的那个，1982年那个，1982年那个，他1981年去的这个少林寺，刚去少林寺，你知道那个地方啥样吗？破破烂烂的，因为完全那个文革之后摧残的不像样子。因为文革把所有的那个和尚全赶走了，赶走了还强迫他结婚，你不结婚。你说明你没改造好，然后不是有那个非常著名的，还是这个报告文学是吧？报告文学，一个和尚和一个尼姑两个人被关在，就强迫结婚，然后两个人说算了，我们两个啊，就各在屋里面各自修行，就发现外面那个公社书记就派人在外面听着，说你们这个你还偷偷的还在暗中还在抵制这个改造。结果他们俩只好最后生了孩子了。把这个话说起来就有点很荒谬，但在那个时代可能也是个现实，就是当时少林寺就是整个被砸掉，然后这个所有的和尚都不在了。所以是少林寺后来的，我们看到后来和尚都是80年、81年以后又回去的一帮人。就各地找了一批人去的。对，那个时候其实是庙里边没什么东西，但是呢，就是这个电影一出，结果的话，这个突然间这个少林寺在全世界都闻名了，压火了之后的话，这个来了很多的这个游客，很多的有钱的香客，对吧？对。以前你比如说一年可能来个几万人，就看看破庙就完了，大家当做一个旅游的看看热闹就完了。现在突然间来了一帮有钱的客，这相当于是什么呢？把这个登封、把开封、把这个郑州、把那个河南整个经济哗带起来了。这旅游经济嘛。所以登封那个，据说那些年的话，他这个财政收入的这个经济收入一半是靠着这个少林寺搞起来的。哇！所以你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当时有这个小年轻人，对吧？这个就是释永信说他能够擅长说，哎，咱们既然这样的话，我们搞个这个武僧表演吧，或者搞个什么活动吧。他脑袋挺活，结果呢，他这个有商业头脑，就把这个事儿好多东西，这个名声搞得越来越好。那段时间呢，其实这个老和尚原来的这个方丈释行正，对吧？就实际上对他不满，他说你这个歪门邪道，歪门邪道，对吧？然后呢，就搞了一个当时叫做，相当于把他开除，是叫什么呢？叫做签单，就把他迁到别的庙里，迁到别的庙，就说这意思就把他赶走嘛，开除。结果的话呢，最后这家伙还留下来了，所以你实际上他当时的第一座靠山是什么呢？就是不同的这些地方官员说，这个家伙能给我们带来经济，这个不错。但是呢，你要想这个变成方丈，变成这个。更高的什么副主席对吧？就副会长对吧？相当于是副部级官员，那你这个不是说你搞经济就行了的，你得有能提拔你的人。所以呢，后来能提拔他的人，相当于有这么几个人。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赵朴初，赵朴初是当时的这个佛教协会的会长。这个家伙呢，他其实是个
他实际上中共建政之后的话，他实际上就很快就当了这个整个什么副会长啊，反正什么等等的，就在整个中国这个宗教界里边就还蛮有名的一个，因为他的这个所谓的师傅这个很有名。他实际上这个居士他不是和尚，但是呢，这个人很有名，为什么呢？他有一套理论叫做人间佛教，就是这套理论的话，很适合中国共产党这个去维持统治，因为一般的佛教讲什么呢？讲这个叫来世、来生，或者呢，你叫做这个转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去你这个不要怕杀头，对吧？我们这个坚持这个真理，坚持这个佛法修行来讲的话，这个不管你是这么直接修成，你还是说是被杀了之后来修成，那你会去天国的，这是他们的正常的这个修行的佛教讲的。人间佛教讲是什么呢？哎，我要和这个什么现世乐土，然后就把这个人间当成什么乐土，对吧？这样就和共产党这个鼓吹的这种就是经典的败坏佛法啊、社会主义啊这些东西等等，就给连起来了。所以呢，它就相当于人间佛教的这个东西，所以它就推广出来，它延伸出来什么佛教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啊、要去相当于是把这个。宗教就给去神圣化，就给世俗化，就给和这个党化，变成了那个和尚，你就得去听党的这个指挥，然后的话呢，你这就是在创造人间乐土，就变成这么一套理论。所以这个人就很得中共的这个宠。这个人的话呢，后来就是你像赵朴初在1992年就开始接见了这个像释永信。对吧？后来呢，就不断的又去视察，又去表扬他，哎，这家伙挺有这个现代意识头脑嘛啊，所以后来你看就是在1998年就正式把他给任命成了这个方丈。当然1999年那时候是正式的去升舵，就是这个举行仪式，变成了这相当于是个就任大典一样。对啊。赵朴初亲自去搞的这个事情，所以到了那个级别，因为就像刚才这个石成老师讲的一样，有些寺院在中国这个体系下，那个大寺庙是天然带这个职位的，就是说你到了这个少林寺这个级别是天然带级别的，它不是说你随便去找一个和尚或者什么行的。相当于他得达到他这个级别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于是架着这个叫做副部级或者至少厅级的这么级别去的，所以呢这么着，哎，释永信啪30多岁成了一个这个厅级干部。对，当然再后来厅级和尚，当然后来再过了2002年，他又变成了这叫副会长，对，佛教协会副会长，那就啪又变成了副部级和尚啊，所以这是相当于他的一条重要线儿。另外一条线呢，相当于还有这个李长春呢，因为后来是常委，后来又管这个意识形态，又管这个什么宗教等等东西。对，这个人对吧？再后来呢，江泽民，因为江泽民这个体系下的话，你相当于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江泽民时代的话，他实际上是留下了一个最大的政治遗产，就是迫害法轮功。他迫害法轮功的话，那时候他提拔这个谁？不管是你什么各宗教界也好，还是说是你官员、军方或什么等等，就看2个标准。第一个标准，镇压法轮功卖不卖力？第二个标准是什么呢？你贪污不贪污，贪腐不贪腐，有没有毛病？没毛病不行，没毛病不行，没毛病你就不好利用嘛。没毛病不行啊。对呀，你控制没法控制你嘛。所以他谁贪污越厉害，他提拔谁越厉害。什么贾庆林呢？没错，对吧？罗干呐，周永康啊，对吧？这都是著名的贪官和这种叫做道德败坏的一些家伙。但是呢，哎，对江泽民来讲，这真是好用的人啊，对吧？所以他后来这个你所有这些干的坏事儿，我们都有把柄，就是要拿随时把你拿掉，而且随时可以呢，可以要挟住你，可以拿住你。把这证据给你看一看，你就不敢乱说乱动，就专门用这样的马仔哈。对，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个释永信呀，还有好多大和尚。所以说，释永信这个人不是一个人，他其实是一群人，好多跟他一样的，就是投这个江泽民所好，就开始比如骂法轮功啊，或者是这种，既然你这个官方你只要我政治上正确，我干什么坏事你不管我，那干嘛我不干呢？对吧？如果你这个法律昌明。法律非常严苛，说你就是不能这个乱搞女人或搞什么东西，那他也不敢。但是呢，因为你相当于给他打开了这个一道门，让他去作恶，所以他当然就去作恶。所以我们说，这个释永信他的发家，是因为有一大堆的靠山，包括江泽民，
对吧？所以后来他相当于得到了今天。但是呢，你要说这个习近平的话，在这个里边没保他，我觉得也不对。他的一大靠山恐怕也是包括了习近平，有可能对，因为你看哈，习近平在河南待过吗？没有，不是，因为习近平你知道他有一个特点，他后来他保党啊，你看2015年的时候，这个是谁当政？习近平当政啊。对。2015年的时候，这个整个你刚才说释延鲁。就是他这个释永信的弟子，对吧？对。还有一个僧人叫做施正义，他们的话就联手去向，这个佛教协会啊，向这个中央啊去检举这个释永信，结果的话，后来你看不了了之啊，告不垮，对吧？告不垮呀，最后还说这个是什么谎言，人民日报啊，什么央视啊等等的话都出来替这个就是释永信去洗地。然后2017年呢，这隔了2年之后又出来一个调查报告。你这是习近平当时是权力非常这个稳固的时候，对吧？出来一个调查报告说，哎，这个当初的举报全是假的啊，如何的。所以你看他走到今天，是因为有一大帮的这些人在保他，对吧？因为他要保这些人。而其实你看后来这些这个和尚也是类似这些。就包括后来那个前2年非常著名的一个这个也是出事了的和尚，释永信是佛教协会的副会长，他出事那个叫释学成的，对，佛教协会的会长，这个也出事了，也是因为什么？就是在里边乱搞女人呐，财务上不清楚啊等等的，最后闹大了，最后呢，习近平没有处置他，习近平呢把他给叫做闹得太大了。把他给打发到这个什么福建的一个小庙里边去待着了。释学成当时是北京龙泉寺的住持，还是中国全国政协常委，还是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的副主任。对，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和尚。对，这个比这个释永信的这个级别和这个威望要高，还大。对，所以呢，我是非常认同石山老师刚才讲那个说法，他恐怕是靠山倒了，对吧？他才会今天倒了。否则的话，你今天这个为什么他突然间把这个10年前的案子相当于拿出来？因为没人告啊，这段时间呀，对吧？你要说这段时间在各方面风气啊，什么东西啊，这个压力太大了，官方说把他给丢出来，这叫做。杀一儆百，对吧？他也不是啊，所以这个事情就非常有意思。对，现在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因为这个少林寺啊，它有点像这个风投公司，释永信呢有点搞风投，你知道？他比如说他投在各地的寺院，投各个项目。以前他投过很多，他还投过科技公司呢。有一个河南这个登封有一个叫什么数字什么科技公司。在某一个地方投一大块土地几亿啊，投下来了。结果别人一查，哎，少林寺还是股东。结果大家就说，那少林寺涉足这个房地产业了啊，这个带头大哥，我天哪，这个简直太厉害了。就一炒，就他还把股份给撤出来，说这个别沾这个边。但我相信有很多，因为他是这个公司套公司，有很多公司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别人说这个释永信呢，就少林这个股份有限公司，他虽然没上市，还有一段时间说他要上市呢。对，说他这个资产啊，控制资产有上百亿人民币，在海外也有什么几亿美元，到底多少咱们也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公开嘛。但是他确实规模非常大，的时候，他就可能要去他的钱呢。会去投资，投资它就涉及到一些项目，这些项目好的时候大家都好，到出问题的时候就会得罪人。就是说你跟别人一起投的，你看他肯定不是说找这个方伟你投，或者找这个秦鹏你投，他肯定是找内部有关系的人投。也就是说，这个官二代也好，红二代也好，这个太子党也好。或者是官场的一些级别的人，对，他要跟他们一起合作，他才能继续做嘛。中国的风投什么？不是投项目，是投人，对不对？是投具体的，你要投哪个人？所以这个他也是肯定按照这个方式去投，结果呢，可能投的这个人确实非常有实力，结果现在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别人说我不要了，我把钱你把那个原来投的2亿你还给我，他就讲我这个大家一起亏，要亏一起亏，这就非常容易得罪人。这我像这种做法，我都怀疑他是得罪什么人了，就是得罪了北京，这个很把炮的人啊，这是广东话，把炮就是说这非常有背景啊。你得罪别的，你得罪什么人不好？你得罪了韦小宝，你怎么搞啊？对不对？你这个以后你就惨了，是吧？所以这是不是这样的事，我们就不知道。所以这个里面是很蹊跷，这个很蹊跷，他是突然间相当于把它给抛出来了。对，而且这个事儿在过去几个月，据说已经开始这个什么当地统战部啊，什么这个宗教局呀，什么公安局啊，就是类似这些机构已经是进驻到这个少林寺里边去了，就调查去了，就调查去了。所以这个事儿背后的话，真的是可能有很多故事，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完全给统论出来，对吧？对，而且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它恐怕呢还涉及到，就是说，你要去他就是作为我们说释永信，对吧？他这个事情，你说是涉及到钱，涉及到政治这些方面也有可能，因为之前还有人讲说释永信呢，他可能是没有通知、没有汇报去和这个新的就是教宗罗马那个教宗，对吧？天主教教宗的话去会面了，对吧？有现在有个这个说法，因为今年2月份，对吧？而且回来之后的话呢，也没有汇报，所以现在呢，你说这种可能性呢，我觉得也不能完全去排除，对。让党不放心了是吧？对，让党不放心了。但是呢，你要说呢，这个完全是这个原因，我觉得恐怕也不是。为什么呢？之前他其实也是相当于是奉命去跟不同国家的这些宗教领袖啊，或什么东西去见面、去会面。然后的话呢，相当于是搞这种叫做宗教外交嘛，就是中共的一种统战方式。这其实也是一个方式。但是你说为什么这个突然间又不高兴了呢？这个也不好说。我见到过一个台湾的一个和尚啊，也是曾经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和尚，问到过这个释永信，非常鄙视。为什么？因为释永信，因为别人不管怎么样啊，说的对还是不对，他认真的是在学佛这个东西。你这个释永信，这个完全就是一个，你就是一个商业 CEO， 就是你是个财务长，你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而且还搞得自己好像500强似的，这种骗人呢。那我们说一下看啊，从少林寺看起来，这个中国的宗教啊，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我这完全乱套了。中国的共产党最早的时候，刚拿天下的时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就不用说了，包括伊斯兰教也是很惨，就扫除一切，这个所有的宗教势力全部扫除，叫做消灭反动会道门。对，就是把所有的宗教的话呢，当做这个反动的这个敌对势力去打击、去消灭。基督教就不用说了，天主教就比较难搞的，因为天主教忠于梵蒂冈嘛。然后天主教的故事就是公安部破获了几个大案，几个天主教堂里面藏着炮、炸药，准备破坏11游行。然后说这个最后抓到了里面的美国间谍，还有这个什么发报机啊等等啊，破获了据说几个大案，所以整个天主教基本上就给干掉了，就给打掉了。基督教那就基本上就很快就到了，然后佛教也是一样的。中国原来那个有几个挺有名的老和尚啊，这个佛教有一个非常有名，我一下叫虚云和尚。虚云和尚非常有名，就是在中国民国之后啊，民国时代非常有名。最后他是饿死的。对，他是在这个江西一个这个庙里面，就是大饥荒年代的时候。当然你说他饿死，也许他就自己圆寂了啊，怎么样的吃点草，他就自己化成一股香烟儿，就怎么样了。当然但是他是被
批判、被打过、被用木棍在脑袋上敲出血的，这个是有记载啊。像他们那一批，你包括像藏传佛教，像像班禅。班禅坐过10年的牢，坐在监狱里面，最后还给他这个介绍一个太太，让他结婚，这还结婚，董秋是，算了不说了，这个就是一个中国一个将军的一个女儿嫁给他，还是高干的，还是高干一个，最后就是那这个达赖喇嘛也不用说，这个佛教到了后期就完全。改革开放以后，基本上采取的策略就是佛教是拉拢的，拉的特别好，养的特别好，因为佛教特别容易控制，佛教容易控制。第一个，它是有组织，它是有这个寺庙啊，有这个一套，有这个方丈，有住持，而且这个所有的任命都要通过政府来进行。啊，你记得这个不是现在共产党这么干，以前也这么干。你像那个《鹿鼎记》里面，是吧？这康熙写封信，这个韦小宝就去当这个少林的住持去了，当一段时间又去清凉寺啊，不是去少林当什么长老是吧？然后又去这个清凉寺当主持，就是它是官方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他对共产党来讲，这个很容易，对不对？我就弄就行了。但是道教是没有的，道教是不由你来封的，因为道教讲究清净啊，讲究这个自由自在，它不，以前中国是很少那种大型的道观，就是按道理说中国的道家时间更长，但是比较少有长时间的这个道观，除了武当山啊，武当山是因为这个明朝皇帝跟他们有一些特殊的关系啊，所以道教呢还是压制的比较厉害。你知道到那个文革后期，中国监狱里面关了很多人，是吧？40%是反动会道门，就是包括基督教的、天主教的、道教的、佛教的，也包括伊斯兰教，就是这种人特别多，全部都关起来。他不管你那么多，他是说你这个很多罪行啊，很多各种各样的罪行。什么私藏武器了？对你这个别的不讲，你这个其中有一条，你就是在共产党底下就应该杀头的。你讲有神论，对吧？你这个共产党讲无神论，说你居然你怎么敢信神，对吧？你这个把共产党摆哪儿去？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在中共这个眼里边就是一大对。对，但是后来基本上是他调整了，这个5大宗教，天主教他搞一个天主教爱国会。三自爱国会，然后基督教有一个三自爱，这个基督教会就是这个里面都有书记的，有的党委书记。你知道那个上海文革的时候，红卫兵冲进教会里面，把一个这个牧师抓出来痛打，牧师打得受不了了，最后就喊我是共产党员呐，是没人知道他是地下党，他在上海做地下党。I see。最后暴露了，所有人都知道这丫的原来是共产党的，最后没办法了，后来还派到香港去做这个就是新华社，就是香港新华社实际上是现在中联办这个角色，他到这个香港新华社里面还做了一个官儿，大家说哦呦，原来还有这么一个东西，你知道那个，你就所以，比如说赵朴初也是共产党员，赵朴初说是也是对，赵朴初也是共产党员。就是宗教里面的共产党员很多啊，都是地下党，就不告诉你的，不告诉你。共产党这一招特别厉害的，是不告诉你的。然后最防备的是伊斯兰教，最防备的是伊斯兰教。OK， 伊斯兰教在1970几年，我记得是72年还是74年，在云南沙甸有一次武装暴动，真的是占领了几个村。Okay. 然后是中国派了2个师的军队去，几个村基本上轰平了。云南沙甸事件，你现在在网上可以查。就在云南文山那个地方，是基本上轰平了。但是呢，后来又害怕，因为这个伊斯兰教的人呢，他
很抱团，他反抗的时候也很激烈，所以也给中国社会造成过很多冲击啊。这不就按照中国人讲话，这不太听话啊，不听话，所以他们是看的是最紧的，他们是看得非常非常紧包括后来在新疆搞伊斯兰教中国化，说宁夏把那个拱顶全部拆了，换成中国的那个寺庙的那个样，那个寺庙的瓦，说我们这个庙你不能有阿拉伯风格，不能有中东的这个建筑风格在里头，必须把它换成我们的黑瓦。这反正就这么弄控制得很严。所以中国的宗教所以最腐败的现在就是佛教，因为它是共产党最早开始用的，因为它最好控制，有组织，信众多。然后呢，这个还是靠组织任命，对不对？还是组织任命。那个我这个度牒说取消就取消，我叫你当不成和尚，你也没办法。你这以前中国人都是一旦出家6根清净就离开尘世，你想离开你离不开，这个就是尘世的一部分。尤其是共产党的这个红尘，所以这个。现在确实中国搞的是这个佛教里面是乌七八糟的。对，其实很多人现在也是对共产党啊，对宗教啊，其实现在看的也比较透了，对吧？所以很多人呢，现在中国现在这2年中共也觉得有点不好控制的是，他出来很多的叫地下教会的人。对，因为中共呢，它是有个官方教会，地下教会的人现在据说是比这个官方教会的人还要多。对。他是那个叫报道上呢，我们新闻报道的话，归基督教这一支的就叫家庭教会，然后地下教会是专指天主教这样子。天主教是一个叫天主教爱国会，然后有个地下教会这个是以前就是看他们是忠于谁，忠于梵蒂冈的，就是地下教会。忠于这个共产党来控制，比如这个主教、书记主教是共产党来封的，那就是这个爱国会。那个基督教也是，对，基督教的它相当于是有个叫官方的叫三自教会，对。然后呢，如果你说是别的这个地方传给你的，比如说你这个别的国家的人，或者其他的这些人在私下传给你，但他不相信这个三自教会，这些的这个人。在他来看，这是属于不可控的人。对，他打压这帮人。对，基督教因为它有这个跟天主教有不一样的地方，基督教呢是这个新教系统我们这一群人都信教，我们就自己成一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自己有个共堂，我们就大家一起学圣经或者我们一起这个祈祷我们这个就成一个教会。所以美国这边很多这种教会都是类似这样的。对。我是他就有一个上过神学院的，或者我经过认真的训练的，我就过来主持这个教堂，然后靠大家供奉这个钱，捐献这个钱，然后就维持这个教堂的存在。这个在欧洲，可以说30-40年以前吧，还都是这个状况。当欧洲衰败的特别厉害，美国还有一些地方还在维持这种局面，所以这个局面呢，到了中国以后，就是它就没法控制了，因为它没有一个上下级关系。对这个你们自己一帮人，这个信了基督耶稣了，你们就聚在一起，自己祈祷，自己去学圣经。那你学出来的是什么？是不是？这个官方的标准，对，有没有组织这个引导这个组织有没有控制你这跟中央精神这个能不能够？我认识他们那个有一些这个叫地下教会的人，他们你知道还传一些那种叫视频，其中有一个叫神州的，他就讲说中国，你看那个古代也有好多这种叫神嘛。对吧？也讲神，就说因为叫中国神州嘛。对。结果呢，他说这个历代暴君。其中一个就把这个江泽民给打进去了，所以你说共产党他不害怕这些吗？他害怕呀，对吧？什么？历代暴君嘛，从秦始皇然后的这个其中有一个就是这种叫最后那个就是江泽民，他把这个纳进去了，所以共产党你说他肯定很害怕这些这个叫做地下教会的这帮人，对吧？包括呢就是说不受官方控制的这个佛教徒，对吧？因为你真正明白的人，你会发现
哦，我应该按照这个经典去信。对吧？相信说你这个不能作恶，不能怎么样的，而且共产党呢，你讲无神论，当然你就是个邪的，就是个坏的，对吧？然后呢，你这个讲马列的，或者你这个共产党男盗女娼，你不就是个邪教吗？对吧？所以真正明白的这些宗教的这些人啊，他们不会认同共产党的，所以共产党非常害怕的这些明白的人，自己最后在。组成了一个团儿，组成了一个小规模的一些群体，他非常害怕。其实佛教呢是道教也好，佛教也好是比较东方性的，东方这个因为它是多神教，所以它比较包容。这个西方的这个宗教啊，是这个我们说这个闪族人发明的这些宗教呢，一神教。对吧？一神教它天生就是不包容，因为只有一个嘛，不是我就是你，对不对？它是有一个零和的一个关系在里头，所以西方的宗教这是非常不包容的。以前，我不是说后来的基督教呢，这个有反思过很多年，随着基督教的这个越来越包容啊，越来越这个。涉入世俗间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啊，它发生了很多改良，很多变化，但是西方的很多文化它就是不包容，所以为什么说共产党？很多人说共产党就是个宗教，为什么说共产党是宗教？是不是呢？因为它就是不包容，它就是跟那个一神教一样的，我们就只有一个领袖，说只有一个。这个精神领袖只有一个组织，其他的全是异端，而且呢，这个异端我要把你干掉才行，这个非常不中国。中国是一个你什么教，你信什么都他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就这几天你说到这个你刚才说到这一点是吧？共产党是个宗教的问题。这几天在中国那个就是什么？抖音呐，或者那些哔哩哔哩呀，什么冲塔现象，这几天就有好多人在那冲塔，你知道吧？冲塔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很多人的话呢，都会去把这个，就打个比方讲，会把那个习近平很像的那个德国歌唱家，唱什么黄鹂鸟那种东西，就类似大家可以发一发，然后就拼命的在那去唱黄鹂鸟，就实际上就嘲笑共产党，嘲笑这个习近平嘛。那同样的，这些人就在那去问说，哎。共产党是不是个宗教啊？其实那个心里边都在嘲笑，是呀，共产党就是个邪教嘛，对吧？是个宗教，是个是个宗教，而且是个邪教，对吧？因为你不仅仅是说你相当于得有一个这个宗教领袖，对吧？马恩列斯毛，这个包括习近平，你只允许别人信你嘛，你别人信别人，你都肯定要把他人家打倒去消灭掉，所以这相当于你就是一个宗教，有自己的思想，排他性非常强，而且你还要呢，一般的宗教你虽然有排他性，好多人他是信这个，比如博爱、自由、平等、博爱，或者呢叫做慈悲，对吧？他是讲这个不能作恶，否则你下地狱的。共产党不怕呀，共产党不在乎地狱啊。共产党做了恶之后的话，他还会讲说，哎，我将来会叫马克思啊。所以你说他是不是个宗教，是不是个邪教？所以很多现在的这个网上人都在去冲塔，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中国现象。共产党这个宗教呢，还有几个很大的特点。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不许退出。还有这个对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对，这是不能退出。绝大部分这个世界的宗教啊，都是这样。你说张三丰原来是少林寺的啊，后来别人创了这个，变成道教的一代大师去了啊。这中国有很多这种情况，但是共产党是这个就你不能叛教，那我就是要追杀啊。所以共产党的那个入党的誓词里面就是保守党的秘密，什么永不叛党，对吧？对。这个是就是你是不能退出的，你一旦入了你就不能退，这跟黑社会一样，你要退可以，你要公开金盆洗手，江湖上恩恩怨怨全部来跟你说清楚啊，这个那个《笑傲江湖》里面那一段又出来了，是吧？你想金盆洗手，你得把恩怨全都了一遍。还有的地方以前江湖上我退出很多恩怨怎么办？自己往身上自己插刀啊，就像那个乔峰那个帮兄弟那个这个消这个罪一样，就是自己插刀，腿上插2个，胳膊上插2个，然后还躺在那儿，然后好就行了，
江湖恩怨已了，你丫退出吧。共产党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是它是什么？它就是邪教，真的就是一种邪教。我们回到今天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少林寺的这个名声哈，其实少林寺它是怎么讲？当初确实是达摩在那里先，没错，最早嘛，叫什么拓跋和尚是吧？是一个东印度的和尚，后来是达摩去那边。对。但是其实到近代哈，真正我们心里的这个少林寺这个名声是金庸树起来的。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开玩笑，对不对？我们早上在那开会啊，这个石山就说这个少林寺的名声是青玉是金庸树起来的，现在被释永信一把这个毁了，搞得我们今天在说了半天少林寺的不是啊。对，这其实是一个大悲剧啦，因为你在少林寺在过去的人中，这叫禅宗祖庭嘛，对吧？你达摩来讲的话，他也是讲这个释迦牟尼那传下来的，讲戒定慧，对吧？对，讲这个你要去，自己修行好，你同时你要尽量去帮助别人嘛，对吧？结果你共产党的这个统治下的这个少林寺变成了个什么呢？藏污纳垢的。这种非常糟糕的一个地方，你这相当于真的是把这个少林寺的这种千年清誉毁于一旦了。这个不是已经毁了好几次了，已经毁了好几次了。对，被韦小宝也毁过一次，那是故事。对。哎，怎么样？我们要不要那个刚才这个？我在写了一首诗啊，最后2句这歌词啊，少林的歌词。我跟你讲，这个电影啊，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正在上大学，放着电影看了，大家热血沸腾的是吧？少林寺以前没见过这样的电影，是少林武僧。对，然后我们还开玩笑，我们有同学云南人嘛，我们每次就去找他开玩笑说。干嘛？个叫电影，就是你看不看电影的意思。然后他还要扮成那个女生，哪样电影？这什么电影？少林寺。还有够好巧嘞，好巧。反正就我们的这个给我印象特别深，我们就拿这些开玩笑吧，一天到晚的在那讲这个那个少林寺那个电影，在我们大学生活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其实那个时候很别开生面啊，但这个秦鹏真的太年轻了哈。对，那时候是我看过那个电影啊，那个电影当时非常棒啊。对，当时我看那个后来数据，好像那是后来看到的。你知道当时那个电影的话，那个票房整个收入多少钱吗？多少钱？1.6亿人民币啊！哇，在当时啊，当时是1毛钱一张票啊。是，对啊，你相当于是16万人次去看了这个票，还交钱的人。16万人次啊，16亿人次啊，对啊。哎，你知道李连杰拿了多少这个片酬吗？那个可能没几个钱吧。我估计拿了800块钱，有没有？不到。真的啊，真的。他是因为他当时是在北京体校嘛，就是按他的工资给。就是你拍一个月多少钱？给30-40块钱，这很惨。哎呀，怎么样？我很犹豫啊，我们要不要唱几句啊？来，既然说了，少林，来，我们这个歌词也打出去，不然听不见，因为我们口齿也不清楚，大家听不明白。我们这3个本来说我们3个和尚戴个那个什么，戴个秃头的罩子哈，今天就不表演那么到位了。来，还要搞一个木人桩嘛？这样，因为我们改了6句词，最后2句呢，我们这个导播不是导播，我们小编说太那个了哈，这太猛了。看看你发在就在这个群组里头啊。哎，叫做。就像前面4句好不好？我们在这折腾一番，大家觉得好的话就到时候点个赞啊。唱的不好的话呢，就对，如果唱的不好听的话呢，也点赞，就是石山唱的不好。因为3个人唱嘛，我可以只张嘴不发声啊，所以你谁也这个猜不出来。怎么样？好了没有？歌词好了啊。好。就前面这个4句哈，我们没有配乐的哈，哎，就是清唱，歌词有没有出来？歌词打出来哈。你领唱啊，好，来开始，哎。少林，有多少荣华富贵都在这里传唱。少林，有多少酒肉和尚把你名声败光。赚钱的生意举世无双，少林寺威震四方。算了，唱着就走了，哎，大家赶快点赞。
点赞好不好？那你看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啊，亲力演出，简直是这个，我们这个脸面都不要了，来唱歌，但一定要点赞啊！点赞。来，我们下面讲个话题哈，下面的话题讲的什么呢？讲的什么叫什么育儿补贴？什么情况？来，我们说一下。对，现在啊，这个中国政府突然间开始发钱了。就是呢，说这个。从刚生下来到这个3周岁之前啊，他每年的话呢，就会发多少钱呢？发3600块。结果的话，网上现在是有点炸了，对吧？因为第一个感觉到说，哎呀，中国政府真急了，居然开始发钱了。因为过去他不给你从身上捞钱，他就不错了，对吧？他突然间发钱了，所以问大家怎么去看这件事儿。对，300块太少了吧，一个月。对，300块钱，你说现在这个年代能干什么呀？对，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25到30块钱。是你上大学的时候是？我到50啊，对，那个就已经涨了快1倍了。你上大学的时候，但生活费其实很高啊，那时候，你大学里边各种各样的这个开支其实不小啊。一个月花多少钱？你哪一年？我是92年上的大学，92年，对，92年，北京清华啊，多少钱一个月花多少钱？花不少钱，反正我觉得那时候不少钱都想不起来嘛。对啊，具体想不起来，听上去像个纨绔子弟一样啊。没有花，但是我觉得那个年代起码超过，因为那时候爸爸妈妈的话，那时候挣不没几个钱啊。对啊，超过100吗？200有没有？没有，可能接近100吧。接近。那算什么多？那也不多。不，在那个年代不少啊。你看每个月的这个什么花费呀？对，那个时候的工资一个月，大部分人也就是100上下啊，这样的情况。对，所以我们听到这个，你说现在我前2天看了，不是这个中国大学学费都涨了，涨到10%几嘛，随便一个什么学校都5、6千嘛，一个学期还是1年，我搞不清楚。但是有的学校很厉害啊，都好几万了，好几万了。对，所以这个按照这个水平算，所以现在他这个补贴300的这个钱，大概可以到94年、95年，可能还比较有用，是吧？对吧？哎呀，你现在你这300块钱，30年前还有用。现在这样吧，那个我们不是查了一下嘛，就在京东上买奶粉。一个月吃小孩喝3罐，1罐259块钱，那就是780块钱。你什么奶粉？这很贵吧？没有啊，就京东上一般奶粉，这个不是进口的，一般的国产奶粉。你要是就是国外的奶粉更贵，那不要上千了，对吧？将近1000了。对，所以呢，就是说有没有更便宜的奶粉呢？比如3鹿奶粉，对，3鹿奶粉，搞不好3鹿不便宜。所以你这个300块钱，你要算起来的话，其实干不了什么东西。你说养个孩子，就只能做一点这种非常弱的补贴。而且其实大家你要说真正的养孩子，真正花钱还不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真正花钱是在这个你上了学之后，对吧？你要去各种各样的班儿，包括学校，包括这个反正各种开支。所以一般来讲，再到后来这个上大学，所以他们好像那个有一段时间，我记得这个中国的统计国就是全国性的，就主要的城市，对吧？你包括这种很3线的城市到这个2线、1线城市，你把一个孩子养大，养到比如18岁，你基本上都得奔着几百万花，上百万，上百万呢？对呀。你以为呢？就是这孩子，就是你各种各样的花费下来的，就非常钱。所以我读出来2点哈。第一点，发钱他真的是着急。对。第二，发那么点钱呢，太吝啬了。对。连着急带吝啬。没错。是不是啊？300块能干啥？他已经发了就不错了。你像疫情的时候，多少人说给老百姓发点钱，也不发，全世界都在发。中共发了吗？1分钱都没发。所以中国的疫苗没收钱。疫苗，结果后来疫苗出现了好多后遗症，我天，这个是个。所以我觉得这个读出免费的，他真的免费给你的时候，你还真不敢要。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话题以后咱们可以专门谈谈啊，就是中国的人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出了多大的问题，对不对？主要的其实就是我觉得你民不聊生嘛，就是你现在的这个经济情况下，大家都非常不稳定。现在的整个这种我们说物价、房价
各方面的这个，包括类似这种什么几大山的这样学费，什么各种的，你整个下来的话，你发现的话，其实你养一个孩子，这是个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不是，关键是自己都养的比较辛苦了。对呀，我今天看到，我昨天啊看到网上有一个笑话，他说这个一个年轻人说，家里面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已经养不起我上班了。啊，就这个话听起来怎么就这么别扭？哪个地方怪是吧？然后他就说，他说我上大学一个月花1000多块钱还是2000块钱，这个我现在呢到一个大城市找了一个工作，月薪5000，但是我租房什么要花8000。所以呢，我爸爸妈妈养我上大学，比我养我上班要便宜，他就没钱，他就管父母要，对，父母每个月要补贴他3000块钱，他才能过得下去。所以他就最后他说，我现在我爸妈养不起我上班了，所以我得失业了，回家躺平去了。对，好多人躺平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你要出去之后的话，你这种什么移动就赔更多，移动这个什么东西花钱很多很多钱啊。没错。但你要回家，比如说和这个父母在一块待着，哎。你发现这个，你至少房子或什么东西吃饭基本上花不了什么钱呀。尤其是家里就是原来有工作或者是有房子的公务员，他那个退休金还不低。退休金不低，你就省一省，你的所有任务就是把那个爸爸妈妈照顾好，千万别让老头别那么快就突然得病死了，就那个是最大的任务。实业儿女是吧？对，就现在就是，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还去生孩子吗？还生2个、3个，还发300人民币给你，对吧？对，反正人民币。你知道贝森特这个老先生认为中国储蓄率很高，要多卖点东西到中国去，让他们出来买就好了。这个完全是这是个很荒谬的一个想法呀。这个是华尔街的一个典型的原来炒作中国概念的一个恶意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一直想做个民调，就是贝森特啊，他是真不明白，他是假不明白。Maybe I'm wrong， 我觉得他不是真不明白。对，我们来做个民调。我们必须谈一下啊，这个中国的存款的事情啊。中国的经济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贫富悬殊特别大的一个地方，而且现在说社会层级的变动啊，已经冻结了啊，基本上大家就动不了了，就这样了。什么每个人你生下来，要不然你就赢在起跑线，要不然你就输在起跑线。虽然说也没人告诉我们起跑线在哪儿，原来起跑线在爷爷那儿就已经定下来了。就这个事情啊，好了，贫富悬殊一旦大的时候，它就是很清楚，这个社会财富增加，大量的钱是去到富人那儿。是去到权贵这个地方，而不是去到普通老百姓这里。这个叫什么马太效应？马太效应，对。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当有钱人他的财富增加的时候，绝对不会增加消费。你已经有房子、有车、有好，你增加了你的钱，增加了以后，你拿那个钱，你说我一顿，我买车啊，你买10辆车，买20辆车，你买房子，你怎么就是这个消费是有限的，但是对于穷人来说，他只要一增加这个收入，他就会放在消费里面，这个是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富人的钱一增加，他会变成什么？他会变成投资，因为他对富人来讲，他钱多了以后，他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保值。我怎么样让这个钱生得更多？我把它变成 capital，就是变成资本了，能生钱了。这个东西对富人来讲，这是第一位的。对穷人来讲，我钱了，我就今天吃1两肉，明天可以吃2两了，我可以吃2鸡蛋了，是吧？我稀饭一次可以喝2碗了，就这种的，就是所以在中国这种情况很明显，你储蓄率高，是跟这种经济结构是息息相关的。它储蓄率高啊，它跟大部分人没关系。对，你知道，就是我们经常讲这个马太效应的时候，经常还讲一个叫什么准则，28原则。对，就是说20%的人可能控制80%的财富，但是呢，剩下80%的人控制20%的财富，对吧？这是一个这种正常社会的一个大致的一个这种财富分配的一个状态。你知道中国的这个情况下的话，它这个是个什么样吗？
中国的真正的有钱的，实际上就是几百万的这个人，大概500万的，就是说这是相当于是那些超级家族、有钱的人家族，或者中共的那些顶层家族，他们的人就这么多，相当于那个后来说是整个这个人的话是占中国人口的0.33%。对，他这个我必须给你补充一下，还不光是我们认为的顶层家族，每个县里面都有县里面的顶层的家族，他们也赚很多钱。对，这种顶层家族之后的话，相当于是什么呢？他们把主要的大头拿走了。所以的话呢，你看中国的几大银行的出来的数据，招商银行啊、民生银行啊，他们会有这个以前报告说，这个2%前2%的这些储户，他们呢就是占了整个的这个储蓄的81%、82%，也就是说剩下的他们的银行的客户。剩下的那些人，剩下98%的人只占10%几的这个储蓄。可是呢，这是大家觉得已经很震惊了，对吧？可是呢，还有中国的几亿人没有这个银行账号、银行的这个卡。没有储蓄，就是相当于这帮人的话，相当于就是只是能拿点现金或者没点现金或者怎么样的，就这么活下去了。所以这个中国这种贫富悬殊的能力就是这个差距非常大。所以陶德旺原来就是那个玻璃大王，他原来讲过这个话，他说中国呀，这个真正有消费能力的人可能也就是个2到3亿人，对吧？剩下的人呢，那不叫消费能力。500万富豪，对，2亿人算是中产阶层，剩下的人基本上什么都没有。对，就是他现在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原来你比如说这种我们叫做中产阶层，大概2亿人，比如说原来呢那些这个在中国这种党员为主的核心的这些叫做家族。这帮人他还是旱涝保丰收的，对吧？你这个政府投资或者政府拨款或者政府这种叫做发工资，或者这个老头儿这个够级别，然后的话每月给个几万人民币，对吧？对，这些是有钱的，而且是基本上不用受大影响的经济环境，甚至呢补贴的时候可能还要做到这帮人。但是呢，剩下的有一波人，这个接近2亿人的这个中产，现在是变成了一个可怕的一个假中产。富翁，因为就是这个富庶的富。对，为什么呢？房地产崩溃了然后呢，那个就是因为卷得太厉害呢，你相当于原来的投资或者很多东西来讲的话，你这个钱已经不值钱了。你可能有一堆房子，但是呢，你的整个这种资产和你的负债最后一抵，你发现你还是负数了。所以很多的现在这些这个原来的中产现在没钱了，现在相当于是个破产状态。对，所以为什么这2年这种开自驾的很多，对吧？帮着就是去跑送外卖的呀，或者去开这种开着车去拉客的人呢，这个越来越多呢。就是因为这种中产原来的大批的人在这个破产和失业。所以这实际上中国现在非常糟糕的，甚至非常这种可怕的一个局面。对，没办法解决。那既然是这样，我问你一个问题了，那中央政府为什么还要花300块钱每个月去鼓励大家生小孩呢？急了嘛，首先是对吧？再一个的话呢，他能骗多少骗多少，对吧？你说他指望这个事儿，他给钱怎么叫骗？他给钱出去啊？没有，你给钱你要达到结果嘛。你说这个比如说你这个因此的话，每年多生个100万200万人，那你这算有效果了。如果你说你对受这个300亿，对吧？加起来可能，假如说一年是900万的这个孩子新生，然后呢，你因此呢每年在这个增加，比如3600块，对吧？那就相当于是一年增加300亿的这个投达下去，你发现。如果你达不到这个增加人口的这个目的，对吧？那你就相当于是根本这个政策是个假的嘛，骗人的嘛。但是呢，他又不能不动作，所以这个是我们说中国政府就这么特点。你说他这个不干事儿吧，他不干事儿；你说他不干事儿吧，他有的时候还这个装模作样的干一点什么东西，但事实上他起不到真正的效果。我觉得他还是有计算的，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马上就要动到我们刚刚说权贵，就是那些退休老头的他们的这个问题了。现在在台上这一批人最害怕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整个
财政的所谓社保基金。社保的要破这个钱产是吧？对，现在算下来，大概在2035年或者2036年就全部用光。全部用光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的体制是这样，由下面的人交上来，我们现在的人用。以后的人再交上来归他们那批人用，而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这个非常好。对，下面的人口基数很大，都偏年轻，非常好办。但是很快，中国就会出现，就到了2030年的时候，大概就是2个人供一个退休，3到4个人供一个退休的，而且这个衰退的速度会非常快。因为1到60岁、55岁就人退休了，你就看那个人口柱状图，你就可以看出来。那个很可怕，那个。对，它下面是一个大头瘦腰，然后往下越来越小的一个计划生育闹的嘛。对，计划生育闹，它人口结构非常有问题。好，下面这个人口升上去的时候，他们变成了这个社会，这个支撑这个社会的时候，你想这个大头是个退休族群的，这一批退休族群就等你们下面的人拿钱来，他才能发。那所以这个数字一算你就知道了。2036年基本上没有了，这是个败局啊，败局必败的，除非是就是说你采取别的破坏性的财政政策，比如说这个通胀，恶性通胀就发钱了，发钱恶性通胀，但你等于是把这个。对，这个债务啊，什么这个资产和债务全部给你打乱，重新来一通。那当然这个经济就一定垮，对，一定垮。当然他不想这样垮，他想有序的做呢，增加人口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人口不光是一个总数的问题，它也是一个结构的问题，就是你每个年龄段有多少人。现在中国的这个年龄中位数不停的往上移。就是下面出生的少，上面的人太多，老龄化了。对，你看那个就非常清楚啊。去年大学毕业1260万，对，出生不到900万，中间差了300多万，300-400万，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幼儿园也没了，小学也要合并了，很快啊。你还有10年嘛？大学也不行了，大学也没了。之后就是社保没人交了，就是你原来这么多人交，那批人一退休，下面的人怎么办？而且现在很多人说我不交社保了，我不跟你这个玩了，我自己玩我自己的。那肯定他就要采取一些强制性的破坏性的措施。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让这个政府非常害怕的地方，就是这帮人这个。叫什么？你好多这种寿命是越来越长，没错。对，没错。你不应该皱着眉头啊，应该很高兴啊。寿命越来越长。对于政府的计算来讲，它是个困难，是个困难。是因为你想，现在动不动就活90多岁，你中国政府你会算这个账啊？你那个55岁就退休了，然后你90岁才死。这个中间有多少年啊？有35年拿这个退休金。对，所以他现在也在想另一个办法，就是让你这个延迟退休。延迟退休是延迟退休一定是一个趋势的。对，我们我刚到美国时是65岁退休，现在是67岁退休。美国也在延。好，看吧，我们今天到了8点55了啊。反正这个谈到又是一个开放的话题哈。对，一个开放的话题。对，这个但是你可以不知道有没有大陆的听众？对，如果有大陆听众可以跟我们讲一讲300块钱，对，到底够不够用？让大家就是说。就哪怕是补贴啊，300块钱够不够一个让别人有这个动力去多生个孩子啊？对，大家可以去谈一谈你的这个想法或者你的观察，对吧？到底有没有动力？对，给我们留个言好吗？就说到底是对啊，你觉得够还是不够哈？特别中国大陆的，我们需要你的第一手的这样一个直观的一个反馈。对。
好的，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投票。刚刚我们3个合唱，谁唱的最好？对，虽然一起唱，足够滥竽充数，但是搞不好你们还可以辨别出方伟的声音最好。好吧，大家投票啊！好的，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啦。这个星期3的话呢，这个高杰会回来哈，很多人在问高杰在哪里呀？高杰会很快会有回来。海南岛回来了呀，去海南岛买房子啊！我们当时在问他。OK， 好的，谢谢啦。好，那我们就谢谢大家。OK，拜拜。